本村真的把他们抓去当个马路达？药物已经发生药性，现在其实不处于昏迷状态。很抱歉，各位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。之所以这么突然把大家从医院转移到这里，是因为我们医生发现大家的感冒和高烧很有可能是鼠疫的初期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很可能已经染上了鼠疫病毒。为了方便治疗，也为了不传染给其他镇民，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个之前的仓库开辟出来，安置大家，作为一个临时的隔离区。大家不要惊慌，我们大东亚共荣模范区有着充足的特效药，只要大家配合我们的治疗，一定能早日痊愈。不可能！你说我们得鼠疫，我们就得鼠疫啊？啊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拿出证据来！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，我们会在大热天穿了这么厚的防泡服吗？像这样大规模的感冒，在桃花镇绝无仅有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在靠近我们州镇所发生的鼠疫，很可能已经传上了我们的模范区。这并非是危言耸听，所以我需要大家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。我们会尽快让大家回到镇子里，和家人的团聚。尽快！待多久？那不是要在这待一段时间吗？鼠疫的厉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们这样子回家，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缺儿老小？难道一家人染上了鼠疫，你们才敢相信吗？只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把它治好。模范区的各位镇民们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在这里。在这里，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无数喜悦，但是今天，我不得不向大家通报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。我接到一封电报，电报中说，我们运送镇民的旅游专列，在上海郊区遭遇了国民党特务事先埋伏的炸弹，列车爆炸脱轨，车上无一人生还。出于对死难者的尊重和哀悼，我们决定对死难者的家属给予赔偿和优待。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能安抚你们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不要钱，我们要人。人都没了。
简直就是一派胡言。我真想一枪毙了这个叶夫。你看看这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的什么？旅游列车是让国民党特务给炸毁的。这个藤村和野夫简直是机关算尽。那可是上百条的人命啊，就让他们这么一句话就给抹掉了。就算他们骗得过百姓，他们也骗不过我们。我们千万不能放弃。如果连我们都要放弃的话，这些百姓真的就没人来救了。你看到那些家属伤心的样子了吗？妻子失去丈夫，孩子失去了父亲。这种痛苦，根本就是无法忍受的。那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们？没用的，镇民们都是手无寸铁，即便是你把真相告诉了他们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最终的结果还是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。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坐以待毙。你先让我想想。哎，治疗感冒是不是需要感冒药啊？治疗感冒当然是……等等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两个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要想治好100多个人的感冒，肯定需要大量的感冒药啊。如果你要是藤村的话，你会去哪里找这批药？当然是村荣医院。村荣医院垄断了整个桃花镇的所有西药，而且又在藤村的直接掌控范围之内，他肯定不会舍近求远。我们只要弄清楚这批感冒药的去向，就一定能找到镇民的藏身地点。全体起立！经过多名医生细心的诊治，第一批共计12人已经痊愈，可以出院了。喊到名字的，迅速出院，站到前面。周卫清、尤文凯、李刚、任世强、张富贵。哎，副官，帮我给老婆带句话，就说我过2天就能回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得好好养病啊！哎，第6个，好，何冰冰、洪良顺、跟我走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走。日本人对咱可真不赖，竟然主动给我们治病，不花钱还不说，竟然开车送我们回家。就是，要是放在前几年，那姓蒋的都不一定管咱们呢。你俩少说2句吧，啊！别忘了咱们都是中国人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准谈政治啊，高高兴兴回家，什么都别想，什么都别讲啊！这几天可把我给憋坏了，正好透透气。想媳妇了吧？请进。
药品管理处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。医院药品的进出记录，除了管理人员和院级领导，其他人无权查阅。这个药品的记录放在科长办公室的抽屉里，坐办公室的只有科长一个人。所以说，这个药管科科长金不换，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呀？带咱们回家吗？就是啊，回来这儿了。下车，下车！下车。哎，长官，不是说送我们回家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各位不要惊慌，这里是存荣医院的仓库，在各位回家之前，还需要对各位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，以确保病菌被彻底消灭。大家跟我走吧，下车。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快那边。进来。哎呦，林小姐，哟，这什么风儿把林大小姐吹到我这儿来了啊？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说。您坐啊，金科长。啊，好。哎，您知道的，医院呐新来了一批护士。按理说，新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上岗。护士长呢说让我给他们讲解一下药品常识，这个没问题啊。可关键是，这药品啊拆了包装以后，别说他们了，就连我自己呀，也分辨不清哪个是阿司匹林，哪个是阿莫西林啊。哎呀，真是愁人啊！这不，来向您这个药管科科长取经来了吗？怕丢脸是不是？我当你苦这个脸干什么来了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儿尽管问。金某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就在这儿啊？哪能委屈林小姐啊？这样，我请林小姐去富士山宾馆的咖啡厅去聊。能请到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那可是我金某3生修来的福气哟。哎呀，那好吧。哎，不过我得说清楚啊，我这么做啊，可完全是为了工作任务。好。能和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就够我偷着乐1个星期的了。看你说的，行吧，那咱们走吧。走走。走吧，金科长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哟，你怎么这么小心啊？难不成这屋里还藏着金条银条吗？哎，藤村院长吩咐的事，不敢不照办呢。好，走。走吧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怎么了？你看，你刚才还让我小心呢。哎呀，这就崴着脚了。小心点，这儿路滑。你也慢点啊。好，慢点。扶着我。好。这楼梯也真是的。
金，老金，老金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下午来找你下象棋。这不是又上樱桃阁潇洒去了？闻到一股血腥味儿啊！哎呀，这医院是开刀救人的地方，没有血腥味儿，还有烤红薯味儿啊！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你看这哪像个医院，它就是监狱。好了，各位，别自己吓唬自己了。这里是特殊病房，大家先进去休息会儿。这边。哎，长官，这不是医院吗？干嘛把我们锁起来啊？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出去交叉感染，这样别的病人也进不来。交叉感染！哎，长官，长官！至于你所说的扎莫西林和阿司匹林，虽然都是白色的药片，但并不是不可能用肉眼鉴别出来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仔细观察，这个阿司匹林的颜色是煞白的。金不换，王八蛋！老哎呀，别背着老娘去樱桃阁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在夜里勾引小狐狸！要不是人家把电话打到家里去，老娘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！你误会了，小姐，伤到学术都是误会，不会。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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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误会。别打架！哎，是你安排的？是我安排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精彩。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。不过我突然就理解了君不换为什么那么爱沾花惹草了。你别这么说。24号、25号还有26号都有大量的感冒药出库，时间都是在上午10点左右。经手人是一个叫禁卫的少尉。现在大概可以确定，这些就是藤村拿来治疗感冒的药物。这个线索实在是太珍贵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只要跟住明天10点左右从医院里开出来的汽车，就一定能找到镇民的藏身之地。对，我已经通知了游击队，只要我们确定了地点，当天晚上我们就杀过去进行营救。明天不仅要确定地点，更要确定日军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。只有知己知彼，我们才能把损失降到最小。好啊，那就这么办。都10点05分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别急，再等等。来了，准备跟上，但是要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能暴露。好，明白。
回事啊？怎么办？你跟上第一辆，我去跟上第二辆。你没有车怎么跟啊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只要负责跟上第一辆就行。这我的对手，这我的对手！哎，我一会儿回来还给你。给我一束花。好的，先生。给你钱。跟踪我一路了吧？从哪儿开始的？是从医院门口，还是买花的地方？我太太请你调查我和我的生意，给你多少钱？我双倍给你。不过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就当没有看见过。这个是您太太和我老板谈的，我不知道。败家的娘们儿！怎么样，够了吧？其实他花在你们身上的钱，比老子花在樱桃阁的钱多多了。兄弟，哎，谢谢你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还我就好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这白跟了一趟。找着了，镇民们就被关在西郊一个废弃仓库里边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们呀？你看啊，镇民们现在就被关在这个仓库里边，在那儿驻守的部队，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小队，也就12个人左右。12个人，我们应付得过来？不能硬碰硬。我明白了，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。事不宜迟，马上行动。
过去把粮仓点燃，注意隐蔽，快去吧。这小鬼子怎么不出来救火呀？走吧，直接进去看。走。慢走啊！好好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无力过。李玲，我是不是特别无能？我觉着我自己除了会治病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但会治病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惨死在日本人手里。金深水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无力不是因为你无能，是因为你没有信仰。信仰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谈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信仰就是最大的力量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和阁老那帮人的区别是什么？你们虽然都恨日本人，但你们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。像阁老他们，只对自己的上峰唯命是从，就为了完成任务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上峰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如果没有命令，就算是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杀死在他们的眼前，他们同样是无动于衷。但你们不同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中国人受到伤害。你们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区别。可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：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？其实我是孤儿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我从小呢，也没有见过我自己的父母，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心脏长在右边。他们可能是怕我养不活吧，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是把我当成怪物了，所以被他们扔在了一个中学的学校门口。幸亏老校长救了我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身世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外国的巡抚毒打中国的穷人，就那外滩的公园，甚至都不让中国人进入。我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这外国人就能这么耀武扬威地欺负我们中国人？我们
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？之后，我读书的闸北中学，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述一些革命的道理。我的功课呢，也总是拿第一，在学校里也比较活跃。毕业的时候，老校长就悄悄地找我谈话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他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而且学校里有不少老师都是共产党员。之后我就开始接受任务，我去送传单、送情报。冬天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穿得特别的臃肿，其实是衣服里藏满了传单。这之后呢，我又学了摄影，学密报显像术，学发电报，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见过太多组织喊着爱国救国的口号，但真正只有一个组织，是为国家、为民族抗争。金深水，虽然你这个人毛病很多，但你的本质不坏，真的。你对国家的爱一点都不比我少。光有爱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人必须要有信仰，有了信仰，你才会有力量。没能够及时救下百姓，让金深水十分自责。他决定不惜以身犯险，再探魔窟，寻找救人的机会。仔细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快点！进来，协助他们处置。嘿，进去。你们要认真的处置，确保病毒不能外泄。一旦外泄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他被感染了，站住！你们俩保证病毒不能外泄，比你们的生命更重要。继续处置，快点！院长，参与病毒处置的一共有2名医生确认感染，现在都被关在实验室里。不得不说，病毒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强了。自己制造出来的魔鬼，我们当然清楚它的威力。那2名医生怎么处理？送进焚尸炉吧。帝国会记住他们的贡献的，不能因为他们个人而毁了我们整个的军队。记得麻醉，让他们少一些痛苦。是。
这怎么回事？走。最新的培养基原液堪比强硫酸，具有强腐蚀性，是你们身上的防护服所无法抵挡的。如果你们想活着回国的话，那就得万分小心。谢谢。听招！全靠近！人呢？看炉子里正在焚烧，是不是暂时离开了？你说什么？操作规程规定，操作员必须全程跟随焚烧，暂时离开那也是占领岗位。田中和川口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是安排他们到停尸间处理尸体吗？是的，可我刚刚带人去过，那里除了尸体，只有衣物碎片。其他的地方都找过了吗？找过了，整个地下室都找遍了。拉警报，清点人数，你立马带人封锁所有出口。是，给我来。清泉水，清泉水，李玲说你又去医院的地下魔窟了，是不是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你人又不在医院，我很怕日本人起疑心呢。现在不用担心了。好了好了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担心我。我确实是去了地下魔窟，不过中途出了点意外，你差点就见不着我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倒是快说呀！失踪了2名负责焚尸的工作人员，
医院地下室的细菌实验是大日本帝国的绝密计划，这关乎到大日本帝国在国际上的声誉。如今发生了这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，如果不调查清楚，让事情暴露，就是你我剖腹谢罪，也无法挽回大日本帝国的颜面。将军，失踪的是2名在分尸间工作的军医，他们都是由医院负责管理的。混账！你是在指责我管理不善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参加这次实验的军医，都是我亲手从大日本帝国学校精选细挑出来的优等生。现在事情已经表明，正是由于你的保安工作的不力，才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。这个计划的保密程度，你是知道的。将军，请放心，整个桃花镇没有皇军的许可，连苍蝇蚊子都不可能飞出去。我一定以最短的时间查清失踪人的下落。你说用点穴的方法来阻止药力快速渗透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不愧是学医的。哎，不过你藏起的那名军医，我觉得他们迟早会发现的。不过这次逃出来实在是太惊险了，他们给我注射了药物，而且差点把我扔进了焚尸炉里。你想想看，我从那么多日本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就这么逃出来了，你说我命有多好？可是比起我来，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要捣毁这个地下魔窟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。报告，有3个军医尸体被焚烧。怎么是3具？真是不可思议！就这么一点病菌的威力，就死了3个严密防护的人，谁干的？不知道。你们按照我的指示，在送入焚尸炉前，都注射麻醉剂了吧？是的。滚！我刚才看到藤村怒气冲冲的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你没事吧？说来话长，鬼子的病菌已经在地下扩散开来了，死了好几个人。我能从地下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根据绝密情报，长期隐藏的身份不是军人，是百姓，那是肯定是日本人。那这么说，野夫肯定不是了。那要不然就是医院里的什么其他人，或者是镇上的其他日本人。我觉得长崎跟这些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是撇不开关系的，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发起者。哎，根据你在地下实验室看到的情况，他们研究的病菌已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了吗？威力巨大，光是病毒的培养液就能够腐蚀防化服。如果制成了炸弹或者通过什么其他方式传播的话，那威力将会更加巨大。而且我们的军民毫无防护，到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研制成炸弹之前，摧毁所有的病菌。可是就凭我们2、3个人的力量，怎么做得到啊？那你们的人呢？如果他们愿意干的话，将会救出更多的老百姓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愿意把我医食堂所有的家底全部都捐出来。你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
我不但愿意捐出我所有的家底，我更愿意把我的命捐给你们的党。以前我总是觉得，如果拥有了金条，就拥有了一切，所以我渴望着能够赚到无数的金条。可后来，我发现金条再多，也换取不了生命。不过直到今天，我才深深地体会到，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就是信仰。如果能在信仰的感召下去战斗，即便是我丢掉性命，我也会觉得无比的光荣。那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党啊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不过最后还是要通过上级的审查批准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？我个人认为合适。又出了一起事故，原因是容器破裂。将军，我们的细菌培养已经越来越成熟了，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载体，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。我们已经实验了多种可食用性的金属材料，都无法承受它们的腐蚀。没有材料可以承受住金枪鱼的腐蚀。亏你还是帝国的高级军人。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用什么盛放金枪鱼的？用那些易碎的培养皿。我懂了，您找人赶制了特种的瓷器，用来制作细菌炸弹的载体，既防腐蚀，又坚固，一旦碰撞，还可以碎裂。我们要用这些瓷器和细菌，把中国人统统消灭。消灭中国人？来，哦，对了，我在地下发现了很多的陶瓷制品，还有很多工艺品。我看那样子不像是什么收藏品，肯定是另有图谋的。就像你所说的，病毒的原液腐蚀性极强，几乎可以腐蚀掉所有类型的常规单体。真没想到，小鬼子这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这些人还真是够残忍的，而且他们当中不乏残忍毒杀分子。怪不得藤村搞什么陶瓷鉴赏会。这下我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尽可能的赶在小鬼子使用细菌武器以前，把他们都销毁。我已经联系了游击队，他们会配合支援我们。好。
钱带来了吗？说好的价格怎么只有这些啊？我只有这么多了，你先拿着吧。你要的这个东西太蹊跷了，就为了这么点东西，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周折。你们干革命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，如果不是大乘分经营，谁干呢？你要说你没钱，我可不信。你真的是想错了。我们干革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，绝对不是为了钱。我不希望看到日本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。你们干革命真的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？真的。谢谢。我在认识李玲之前，过着颓废的生活。虽然说衣着光鲜，受人尊重，但我的心是空的。其实是我自己害了我的家人。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每天就这么活着。可是当我认识李玲之后，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好像变了，变得有目标了。哎，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这么办事的？敌后的斗争就是这个样子呀。要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的，我们还做不做事了？李玲很美，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林依依要美。但是她们两种美是不同的。李玲的那种美，我想也许就是共产党的美好，共产主义的美好。人必须要有信仰，有了信仰，你才会有力量。而共产党的美好就在于像李玲这样的人，宁愿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。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？合适。而我也想成为李玲这样的人，也想成为组织的一份子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除了我军和遥远的信号外，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信号。10点换岗，现在怎么就开回来了？没办法，机器不能总开着，所以……混蛋！渎职！战争中渎职是什么罪，知道吗？愣着干嘛？快去调查！是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承蒙不弃，愿为这一切付出我的一生。
太君，辛苦了。慢点。哎呀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是李护士啊！哎，李护士，只要你交代，你的上级在哪里，你进存荣医院的目的是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折磨你的。秦时光啊，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，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哦，对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你替日本人效力，你简直就是恶魔的帮凶！这个臭娘们儿，你连皇军你也敢骂？好，你有骨气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尝一尝电椅的滋味。说，你什么目的？说不说？抢我金神水，用他！皇军。喂，喂，是镜子小姐吗？盛雪君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李玲护士被保安处给抓走了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李玲姑娘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我想见李玲护士一面。我试试看。好，那谢谢你了。他能醒吗？能醒，他刚才醒过一次。好。金先生，请。李玲，李玲，你醒醒！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见你。你在我眼里无非就是一个贪财的医生。我以前一直是在利用你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你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女人？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赶紧向保安处讨饶，把该说明白的事情都说明白了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这样还能留条活命？你听懂没听懂啊？那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？
苏志成认为你符合发展的条件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